蛛网行动打疼俄罗斯，普京誓要报复基辅，13000枚导弹对准乌克兰。川普致电川普求和被拒，釜底抽薪阻止援乌重要武器。具体情况如何？咱们接着往下看。在乌克兰蛛网行动后，普京与川普进行了第4次通话，通话时长1小时15分钟。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普京在通话中告诉川普，克宫认为乌克兰政府已蜕变为一个恐怖组织。川普则在通话结束后直接在 X 上发文报道了情况，透露两人讨论了乌克兰的此次袭击。普京非常强烈地表示，他必须对最近发生的机场袭击事件做出回应。两人还讨论了伊朗核问题。很明显，普京不愿谈及大型军机被毁伤的事，只是普京也没想到跟川普抱怨几句会被他给卖了。泽连斯基则立即回应了川普贴文里关于普京想要报复的信息。这意味着每一次新的空袭，每一次拖延外交进程的行为，都是俄罗斯在向整个世界竖中指，向那些不愿加强对俄施压的人竖中指。明明是俄罗斯应该在寻求和平的途径，战争的代价必须让他们莫斯科那边的人切身体会到，这个代价必须巨大，而且最沉重的代价应该由侵略者来承担。从这儿也能看出乌克兰的诉求始终如一，和平与领土完整。然而，我们从川普的贴文中看不到任何不满和指责。当然，这也符合川普对俄乌双方的态度。尽管克宫屡屡拒绝停火，破坏和平谈判，但川普认为普京依然尊重他，他可以利用私人关系结束这场战争。而相比普京，川普则对泽连斯基更加讨厌，充满敌意。毕竟川普不喜欢任何不尊重他的人，而他也把这种习性带到了援乌与惩俄法案上。最新消息，尽管大多数参议员支持格雷厄姆等人发起的对俄制裁法案，众议长麦克约翰逊也表示支持，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刚透露，川普已要求共和党参议员暂时不要考虑加强对俄制裁的法案，如果一切顺利，该法案很快就会通过。白宫发言人卡洛琳·莱维特则强调，未经川普批准，不会对俄罗斯实施新制裁，制裁依然是一种工具。川普坚持自己促成了俄乌直接对话。此外，美媒还报道称，拜登政府批准援助乌克兰的关键反无人机技术正在被川普转运给中东美军。这一决定让很多议员感到震惊。拜登政府批准的这些关键反无人机技术，包括近炸引信等重要系统，对打击无人机的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至关重要。在俄罗斯加强对乌克兰的空袭力度之时，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已经向美国公民发了警告。普京也亲口告诉川普会报复，川普却在削弱乌克兰的防御空袭能力。大兵只能说川普很任性。中东美军需要防御伊朗的自杀式无人机袭击，但乌克兰更需要。乌克兰正在做的事，尤其是蛛网行动，没有任何国家愿意看到俄罗斯保持一直有足够威慑力的核力量。乌克兰合理合法的巨大削弱了俄罗斯的远程航空兵，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包括美国，甚至还包括白俄罗斯。这样与俄罗斯友好的国家，蛛网行动成功向川普表明，乌克兰还有底牌，泽连斯基还有底牌。乌克兰正在输掉战争，手里没有牌的声音已经小了很多。支持乌克兰的美国议员们继续致力于推动川普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甚至连川普团队里的不少人也支持这一行动。只有班农等人强烈反对，声称美国正在被乌克兰拖入第3次世界大战。他们攻击俄罗斯核三位一体的一部分，这在和核战略中是动用核武的理由。我们资助并签署协议的国家正在把我们拖进他们的战争。川普对俄乌的态度已经不必多讲，各种理由拒绝援助乌克兰，拒绝施压俄罗斯，其实都是借口。他们只有自己的小算盘。就在美国还计较得失时，普京的报复已经开始了。准备充分后，普京开始复仇行动。基辅、奥德萨等地已经传来爆炸声，俄军轰炸行动已经展开。位于奥德萨波尔塔瓦地区的乌克兰空军第18旅基地、苏梅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分支机构大楼均遭到了俄军的轰炸。详细信息咱们接着来看。6月6号凌晨，俄罗斯出动8架战略轰炸机，其中6架图95和2架图160战略轰炸机，满载炸弹和各类导弹，开始了复仇行动。俄军发射了精确制导炸弹、口径巡航导弹、KH-101空射巡航导弹、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弹道导弹以及80架自杀式无人机，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打击体系。据报道，基辅、奥德萨等乌克兰多个城市遭遇不同程度的轰炸，除了基辅之外，日托米尔地区的多个目标也遭到俄军轰炸。俄罗斯这次报复行动经过长达5天铺垫，作战目标十分明确，打击的威力非常大。俄罗斯通过大规模报复打击行动削弱乌克兰继续发动跨境袭击的物质基础，
重点打击其无人机生产设施和弹药库，彻底削弱乌克兰战争潜力，从心理上击垮乌克兰，向美方展现实现预定打击目标决心，不给西方任何幻想机会，而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任何对俄本土战略目标的攻击都将遭致不成比例的报复。俄罗斯没有给这次报复打击行动设定时间表，可能是7天，也可能是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据英媒报道确认，俄罗斯已经储备了13000枚各种类型导弹，用以完成这次对乌克兰的轰炸行动。具体情况为600枚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弹道导弹，超过100枚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近300枚 KH-101 空射巡航导弹，超过400枚口径舰载巡航导弹，约300枚 KH-2232 巡航导弹，约700枚镐玛瑙导弹和反舰锆石导弹，以及约11000枚可向地面目标发射的 S-300、400防空导弹。很多军迷认为，经过了3年的俄乌战争，俄罗斯已经不太可能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袭击。可根据英媒披露，俄罗斯每月可生产约150至200枚导弹。另外，6月4号，俄罗斯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访问朝鲜，受到朝鲜金正恩的接见。这是绍伊古近3个月内第2次访问平壤。金正恩明确表示，朝鲜将继续无条件支持俄罗斯，这种支持可能涉及军事技术合作、地区安全等多方面议题，其中就包括从朝鲜得到数量惊人的导弹。从消耗和补充的动态平衡角度看，俄罗斯导弹战略的可持续性很大。同时，英媒警告，俄或对乌克兰战术核打击。英国《泰晤士报》援引北约情报部门评估发出警告，俄罗斯可能在乌克兰战场面临重大战略挫折时，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作为有限核威慑的一部分。根据实际情况，大兵认为，俄罗斯可能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场景主要有2：一是对乌克兰纵深加固目标，实施钻地核打击，如疑似地下核设施或指挥中心；二是对乌克兰西部后勤枢纽实施威慑性的打击，切断西方武器运输通道。美方情报机构评估，俄罗斯可能动用3类战术核武器，首先是当量可调的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核弹头，其次是苏34战斗轰炸机携带的核航弹，最后是口径巡航导弹的海基战术核弹头。普京的核心智囊，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总干事科尔图诺夫曾撰文指出，在常规战争不利时，有限且可控的核打击是打破战略僵局的理性选择。这种理论框架下，战术核武器不再是最后手段，而是特殊条件下的可行选项。全面分析表明，俄罗斯在现阶段使用的核武器的可能性仍低于 20%， 但若干因素可能显著提升这一风险。战争长期化的工业基础成为决定双方战略耐力的关键变量。好了，新闻就说到这儿吧，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